Hello，歡迎大家收睇金貓模型。我都接近2年係冇接觸呢個系列㗎啦，就係最新推出嘅 Figure-wise Standard Kamen Rider Kuuga 究極形態。咁我係預訂㗎嚇，價錢就係280蚊。咁我相信睇得呢段影片嘅朋友都係中意蒙面超人嘅。咁其實我一開始製作呢個頻道，除咗 F90 高達之外，另一樣就係 Figure-wise Standard 嘅模型啊。平成一期嘅 Rider 我之前係差唔多買齊嘅。不過去到阿傑陀之後呢，就冇再買，原因一陣間會再交代。呢盒模型我係非常擔心啊，自己本身係好中意 Kuuga， 甚至咧係想買真骨雕嘅。咁但係大家都知道 Bandai 咧甚少將 Kuuga 嘅究極形態再開訂。咁當我一見到 Figure-wise Standard 公佈推出呢個方，即刻就走去訂啦。不過呢幾個月我見到有師兄喺部分 Facebook 專頁嗰度分享 Bandai 喺日本玩具展覽嘅成品相。哇！我一見到之後呢，呢個 Kuuga 係令我即刻想退訂嘅。理由就係佢嘅官方 CG 圖呢顯示呢啲分件係金色噶嘛。咁但係好多朋友影出嚟呢都係膠黃色嘅，有啲甚至接近係土黃色。咁而家既然都拎咗貨啦，咁啊開估咯。好彩就唔係黃色啊嚇，係呢一款金色。咁我自己都滿意噶啦。咁啊又一次證明任何嘢都要用自己嘅雙眼親身去確認嘅。隱藏式水口只係有呢兩件，呢兩個位係有嘅啫。Kuuga 嘅究極形態主要係黑色。佢呢款黑色呢，有啲似劇中嘅皮套啊，咁啊帶咗一啲燒光。腰帶嘅銀色，我估好多朋友都會選擇重噴噶啦。保色貼紙就係呢一張啦。呢一塊係 A 版件啦。咁我想俾大家睇乜嘢呢？就係有重用機管形態 Kuuga 嘅件啊！咁說明書咧表示有4塊板件都係以前共用噶啦，都相當多廢件啊！簡單開箱嚟到呢度啦，即刻簡單組裝俾大家睇。頭部基本上係完美分析。咁我記得紅色嘅全能形態，中間嘅一點紅係要用保色貼紙嘅，今次就唔使啦。大家可以選擇砌紅色定係黑色眼。我自己就比較中意紅色嘅，咁因為黑色眼係代表失去理智。成個頭部非常容易砌。咁由於冇隱藏式水口啦，咁剪落嚟嘅水口都比較明顯，咁要求高嘅朋友要留意一下啦。身體就一塊金色，之後就將啲黑色外甲呢一塊一塊咁樣砌上去。至於佢嘅關節，一陣間試一試可動，咁大家就會知道佢嘅活動能力大概係點樣噶啦。其他嘅部分都係以呢一個方式嚟作組裝。手型嘅外甲咁樣砌埋先，之後呢，就要用貼紙作一個補色。我覺得貼紙唔差噶嚇。雖然係黑色啊，咁但係我覺得佢有好多表面嘅紋理都有做俾大家。咁例如腳部呢個位啦，就唔係以一件黑色光滑嘅零件，咁啊做咗俾玩家就算數。其實一直以嚟我都覺得 Bandai 拼裝部設計呢啲 Figure-wise 嘅 Rider 咧係好用心嘅。咁我之前只係有買 Kuuga 紅色嘅全能形態，呢啲手腕、腳腕中間呢一點呢，係要用紅色貼紙或者自己手油補色嘅。呢個 Kuuga 都一樣啊，要手油補黑色啊。Figure-wise Standard Kuuga 究極形態，我大約用咗4個鐘時間去組裝。咁今次我真係純數組嘅啫。咁因為要做滲線同埋打磨嘅地方都唔多，簡單去剪零件同埋組裝出嚟嘅完成度都已經好高噶啦。咁由於我冇接觸過佢嘅真骨雕同埋 SHF 啊，咁就冇得比較。我作為一位玩家呢，覺得佢整體嘅外形比例都唔算差噶啦。呢啲就係佢嘅配件。手型方面就有拳頭，一對開掌嘅手型，單獨嘅右手舉起手指公，
一對擺超變身 pose 嘅手型。呢件火焰特效件，大家覺得好唔好睇啊？雖然未必咧每一位朋友都中意，咁但係有咗呢件特效件，先至俾人 feel 到咧，佢準備用一個超自然力量啊！而家好多 figure 甚至機械人嘅可動能力，都要設計到好似 Marvel 鋼鐵人擺得到呢個 pose 先至合格。嗱，雖然係多咗玩法啊，但係我又覺得唔使每一款英雄人物咧都要咁樣去做嘅，咁啊變咗有啲泛濫嘅情況出現啊！嗱，不過模型嘅可動能夠做得到咁樣，其實都相當出色噶啦。呢一盒 Kuga 究極形態有別於之前推出嘅普通形態 Rider， 今次係送咗呢一款透明咗嘅。嗱，先前嗰啲 Rider 係有送支架插 pat pat 噶嘛，咁啊從而可以凌空做 Rider Kick。pat pat 係冇設計任何窿俾你插支架嘅，今次嗱咁應該有朋友係會中意嘅。咁啊先做咗出單腳嘅 pose 先啦。主角五代紅界就從未以呢一個究極形態咧做過 Rider Kick 嘅。嗱，我都扭俾大家睇 Rider Kick 係做得到嘅。我就唔想好似玩 SHF 一樣將個模型扭嚟扭去嘅。嗱，我盡量以 pose 嚟顯示佢嘅可動俾大家睇。咁我都想講翻影片開頭提及點解我買完 Akito 之後就冇玩呢個 FRS 系列呢？嗱，因為之後推出嘅 Rider 模型好多都係保色貼紙地獄啊！嗱，特別係平成二期，咁我都明白佢哋嘅造型係非常複雜。如果全部都要做齊分析分件，咁成本高之餘，售價亦都會非常貴。嗱，所以就只可以用保色貼紙咧嘅方法嚟送俾玩家。但係呢一個做法就令到好多玩家卻步啊！起初咧，當推出龍騎同埋 DK 嗰陣，我相信有好多師兄都係因為呢兩個模型而入坑嘅。咁例如 DK 有卡送，可以換腰帶件咧嚟裝喺其他嘅 Rider 身上。Akito 就有準備出 Rider Kick 嗰陣嘅大 logo 啊，龍騎就更加有無雙龍送添。咁啊令大家憧憬會推出餘下同系列嘅副騎嘅，咁可換性係好高。咁但係直到 OOS 之後呢，嗱、呢個系列嘅聲勢好明顯係下滑嘅。貼紙保色多之餘，總係覺得每位主角嘅組裝同埋玩法大家都係差唔多。最離譜就係劍啊！咁啊出 Rider Kick 嗰陣嘅特效件同埋卡呢，竟然另外出多一盒要你買，咁啊價錢仲要差唔多200蚊。因此呢個系列，我估有好多朋友都贊成。我以高開低走4個字嚟形容。模型售價一推出嗰陣可以接近250蚊，但係唔使一個月，各大模型鋪就會大跌價，去到120蚊到噶啦。Risado 同埋 Java 就係例子。咁啊，所以出現 Kira 呢，好多朋友都估呢個系列會畫上句號嘅。嗱，不過 Bandai 突然間又嚇你一跳，咁啊準備推出每位主角嘅究極形態嘅。最近啊，仲公佈埋出年2月至3月啊，會推出令和第一期啊 Zero One 啊。咁呢個系列好唔好賣，我真係唔知，或者只係我嘅個人感覺都唔出奇。不過好多朋友都講 Figure-wise Standard 能夠推出一個接近甚至超越 SHF 嘅 Rider 模型，價錢方面又唔算太貴，咁啊隨時等一等200蚊內就有交易啦。如果中意嘅角色又冇出過真骨雕嘅， FRS 系列不失為一個愛的替身啊！起碼扭爛咗都唔會太心痛啦。今集嚟到呢度啦，有興趣想買呢個 Figure-wise Standard Kuga 究極形態嘅朋友，希望我呢一段影片可以幫到你嘅。咁啊記得俾 like、留言同埋訂閱啦。好，下集再見。